龟山岛距离宜兰头城海岸约10公里，搭乘快艇20分钟就可以到达。2000年8月1日正式开放观光，每年吸引了20万人到此一探究竟。40年前，最后一批住民因为无法对抗台风的肆虐，集体迁村，从此成为一个无人岛。之后，也成为国军练习火炮的最佳靶场。与世隔绝几十年，更增添了龟山岛的神秘气氛。但是对于科学家而言，龟山岛却是研究地球科学的最佳场所。海洋大学的李昭兴教授跟他的科学家朋友一同登岛。9年前，李老师就成为龟山岛最频繁也最亲密的访客。龟山岛是一个活火山它7000年前才刚刚喷发出来的。那7000年前在地质这历史上来讲，那是一瞬间而已那这个真的是我们最年轻的这个土地，而且是我国目前唯一露在这个水面上的活火山。为了了解这座活火山，我们将跟随李昭兴搭乘台湾3艘海洋研究船之一的海研2号出海，寻找龟山岛与我们生存之间的关系。在海研2号的船舱中，李老师跟所有的工作人员做最后一次的行前会议。李老师在美国从事地球科学的研究长达25年。10年前，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，在自己的土地上做自己的研究，而回到台湾。每一年，李昭兴要做10到15次的海上研究。他的夫人抱怨说，他以为嫁给了一位科学家，结果却嫁给了渔夫。这次出海的任务，就是要释放许多科学仪器到龟山岛附近的海域之中，其中包括从法国进口的海底地震仪。它不只可以让李昭兴知道这片海域中地震发生的次数，也可以探测海底的地壳构造。自己要拉稳哦。研究船上是24小时作业，船员分3班轮值，研究人员则不得停歇，不论昼夜，不管风雨，出海的时候的浪漫想法顿时化为泡影。小心哦，很快哦，太快了哦。除了释放海底地震仪，李老师也做了海底声呐探测，试图寻找火山岩浆库的位置与路径。这些仪器所产生的科学数据将被李老师带回研究室中，再做整理与判读。经过72小时的工作，李老师最大的犒赏就是回家路上的美丽海景。有时，活泼的海豚也会陪他走上一程。我们来到海洋大学李昭兴老师的研究室，经过常年的监测与研究，李老师的团队发现，在龟山岛东方100公里的海域内，
最少分布了60、70座的海底火山。正侧反射。李老师为这些火山建立了电脑模型图，其中的12座火山非常活跃，每天的地震次数也非常频繁。我们这边也有这个意义就是它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它还在活跃。我们的海底地震仪侦测出来说每一天平均可以达到差不多250次以上的这个地震。地震很多，表示说这些东西呢，火山都还在慢慢的在活动，在蠕动，这一定会持续下去的。对，台湾未来还是会有很多这个地震。这是龟山岛中的龟尾湖，原来是居住在这儿渔民的港口。在咸水跟淡水参半的湖水中，倒映着四周的盎然绿意。这里一片宁静。沿着湖边步道行走，可以享受湖水带来的阵阵凉意，但是却隐藏不住在宁静表面下这座活火山的真实面目。露出地表的岩石都是由岩浆凝固而形成的火成岩，错纵的岩石形状代表了大地翻腾扭动的巨大力量，这股力量将持续撼动我们所居住的土地。为了揭开龟山岛四周海底火山的真实面貌，李老师率领我们再次出海。跟李老师长期配合的潜水教练朱永胜是宜兰人，他非常了解这片海域，他是李老师水下研究最得力的助手。出水靠顶头了，才游会到，无游会到慢慢。咱再出水靠顶头，你要三出水靠顶，安尼袂，安尼游袂过啊。快吹啊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龟山岛海底的真实景象，泛白的海水充满了硫磺，到处都是热液喷泉的出口，产生隆隆的声音，犹如煮沸的滚水，火山好像随时就要爆发。朱永胜教练长期帮助许多科学家在这里做海底研究，采集岩石以及含水的样本。这一次的潜水任务是要帮助李昭星测量海底热液喷泉的温度。果然，这些出水口的温度就像滚水一样，最高可达摄氏126度。在宜兰渔民口中，活在热泉中的神秘动物怪方蟹，真的出现在这里。大自然在严酷的环境中，一样可以孕育生命。它是一个新兴的火山，它是刚刚在孕育，正在活动，所以它呢。形状体型上不是说很大山，是一个小小的山，但是很多，就好像那个春天后的下雨后的这竹笋一样，到处这样冒，到处都有。看到的这些火山呢，都正在活动，而且呢，
很活跃，因为台湾啊，基本上就是在一个非常活跃的这个板块里头。既然我们生存在一个海洋的环境啊，这些环境对我们都造成蛮大的这个冲击啊。每一年的台风，每一年的地震，都是足足震撼我们的啊。我们国人应该要多亲近海洋啊，了解我们自己的海洋。台湾除了漂亮、除了美丽、除了风景很好以外，那它背后呢，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。我们之间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啊？只要互相了解啊，那也许我们在这个地球的生活上会更加有趣、更加丰富，人生观会更好。地球有90%的火山分布在太平洋火山环上，台湾正位于这个火山与地震带。我们身处在地壳运动最剧烈的一块土地上，虽然危机四伏，但是这股巨大的自然力量在2亿5千万年前却孕育出台湾岛，7000年前创造了龟山岛。大自然在变动之中不断地更新与茁壮新的生命。